你看有没有？这种时候就很有用。Hello， 终于拿到了台湾直营店首发的 AirPods Pro。说真的，玩了那么久，其他频道该讲的都讲了，但是身为苹果爹，还是必须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。影片的后面我会录制各种场景在各个模式下的模拟音效，所以想知道降噪模式、一般模式和通透模式在各种环境音下的差别，比如说咖啡厅啊、地铁站、地铁中、街道上、工地旁、飞机上的表现的话，记得看到后面咯。还有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咯。配对上很简单，打开放在手机旁边，按下配对就好。设定上就先到蓝牙设定中，可以先设定耳机的名字，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先到耳塞服贴度测试的地方。我测试3个尺寸都通过，所以这个功能到底是要怎样？如果你左右耳的形状不大一样的话，也可以测试左右放不一样的尺寸。我觉得自己舒服是最重要的。再来上方可以看到的是噪音控制的模式，这个等等再说。先到下方看到按住 AirPods 的部分，里面可以选择长按的话切换噪音模式，或是启动 Siri。但是 Siri 可以直接语音呼叫，所以真的不太需要。噪音控制的方面，我也觉得直接在降噪和通透模式切换就好。真的要为了省电关闭时，再到控制中心去设定就好。耳机上的操作就有点像是3D Touch 一样，用2指去按压就好。它虽然不是真正的按钮，但是耳机里面的回馈声会让人误以为它是实体按钮，这点真的是要体验才知道它的奇妙。按一下就是接挂电话、播放或停止，按2下就是下一首，按3下就是上一首，长按着就可以切换噪音的功能。以上所有设定都可以直接透过 Siri 来启动，就连降噪或是通透模式都可以直接由 Siri 来切换，或是在 Apple Watch 上也能直接切换。电池电量方面也可以直接问 Siri， 这一点真的很方便，不然就是在 iPhone 还有 Apple Watch 上都能看到。首先现在讲讲它的新功能吧。我个人最爱的就是它能平衡耳压的设计，我一戴上去真的是还蛮惊艳的。记不记得我先前影片有说过，我试过非常多的耳塞式耳机，几乎任何大厂牌的都有，不论有没有降噪功能，如果要形容的话，大致上就是一种随时在潜水的那种感觉。但是 AirPods Pro 特殊的解耳压设计让我没有这种不适感，尤其是在搭配通透模式下面，你可以用很舒适的方式听到环境音，加上少了一般耳塞式的耳压感，让你在这个模式下跟别人对话时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很不自然。所以综合以上的优点，这个平衡耳压的功能真的是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设计。苹果真的不愧是苹果，专注到的环节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，可是在使用者的体验感上都是大大的加分。也让我去想到一个问题，这种耳压不适感一直都是最多人抱怨耳塞式耳机的地方，那为什么其他大厂做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办法解决呢？通透模式当然其他厂牌也是有，但是使用经验上还是差了苹果一截。以 Sony 来说，通透模式的音效很不自然，而耳塞式的 WF-1000XM3， 哇，这个名字除了很难固定在我耳朵上之外，戴起来的耳压不适感还是很明显。还有操作上不灵敏的程度真的非常恼人。那 BOSE 700是耳罩式的，它的通透模式算是比 Sony 自然很多，可是还是比不上 AirPods Pro。整体的软硬体整合度和使用者体验更是不用比了。至于降噪模式的话，我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让你们体验看看，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各个模式间的模拟音效感。This is a Brooklyn-bound 2 express train. The next stop is Fulton. This is a Brooklyn-bound 2 express train. The next stop is
这时候可以发现，降噪的部分对人的声音，还有任何比较恒定频率的声音都非常有用。像是咖啡厅，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人声都能过滤掉，地铁中的到站播报也是过滤得非常好，但我个人是不建议这个时候开降噪，你可能会过站。过滤飞机上的噪音也是一样有很好的表现，但是如果是一些除了人声之外比较不固定的声音，像是街道上的车声啊，还有工地的 jackhammer 的声音，就没有什么办法。但我很好奇，在降噪的方面是否也能使用软体更新，来让它可以识别处理的噪音更多元。AirPods Pro 的降噪程度对我来说已经绝对够用，但是如果要跟 Sony 跟 Bose 耳罩式的比起来，当然是还是有一段差距，但相对得到的是轻便、好携带又不会闷热。说真的，耳罩式的对怕热的我来说根本戴不久。再来就是佩戴的舒适度了，要注意到它耳塞的部分并不是圆形的，而是有点椭圆形的。这个部分跟外面大部分的厂牌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在戴的时候要以你耳朵孔的形状去戴。以我个人的耳朵形状来说， AirPods Pro 真的没有比前一代的 AirPods 还要舒服，而且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在耳塞的部分，而是耳机本身外面的地方。对我耳朵来说大了一点，所以长期佩戴下来的话，在右耳朵边缘外缘的地方还是会去压到，大约20-30分钟之后就会有一点不适感。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，毕竟也是有人的耳朵跟上一代的 AirPods 不吻合。实际在外面使用的测试下，像我一般在街道走路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启通透模式，让我可以听到后方的来车啊或是脚踏车。到一个定点之后，譬如咖啡厅，我就会开启降噪模式。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切换真的有天差地别的感觉。AirPods Pro 通透模式的立体感非常好。以 Sony 来举例，它在接收环境音时，不但有点延迟感，让你一听就能感觉到它数位处理得很严重，感觉不真实之外，常常会让我搞不懂声音到底是从哪来的。AirPods Pro 在通透模式有时也会扩大环境音量，但是音效却还是保有非常真实的感觉，你还是可以清楚地辨别声音来源的方向，这点对走在路上的安全性来说就很重要。再来就是对环境音真实还原的部分，最好测试出它有多神奇的方式，就是戴上其中一耳，然后在通透模式和关闭之间切换，你会发现它几乎没有延迟感，你也很难分辨得出两耳听到的环境音差别。这点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光能做到这一部分，我就觉得非常对得起它的售价了。再来我们来说说充电的部分，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可以无线充电的 AirPods。我一开始以为它跟很多的充电盘都不相容，但是反复测试之后，我发现在充电头的部分对 AirPods 本身可不可以无线充电有很大的影响。以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一款 Moshi Auto Q 来说，如果搭配苹果官方的18瓦充电头，充电方面我就没有碰到任何问题，位置上就是尽量摆在中间。但是以充电速度来说，有线充电还是会比无线充电快速很多。我一般都不会用到很低的电量，在充电盒还有 50% 的情况下，有线充电约需要1个半小时就可以充满，无线充电则需要2个小时左右。但是如果一般是在睡觉前放在那一边充，无线充电真的是蛮方便的。整体来说，用到现在，除了充电以外，持续戴了10几个小时之后，我觉得这真的又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。但真的建议你可以先试戴看看，或者是在官网购买，所以你可以试用个几天，感受一下到底适不适合。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只耳朵不太合的问题，所以或许一般的 AirPods 更适合你说不定。至于降噪模式虽然是很实用，但以我个人需求上，我平常没有通勤，而且家里有小孩，虽然很想开启降噪模式，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起见，我还是需要能听到他们。所以以我个人来说，我会购买 AirPods 第2代，现在的价格约4000到5000台币之间，就看你需不需要无线充电。但我倒是希望 AirPods Pro 的按压操作模式可以下放到下一代的 AirPods， 这种操作的体验是比较灵敏的。长期使用的话可能会有不同感想，但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。希望你们也可以留言讨论你们对 AirPods Pro 的感想，也记得帮忙按个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影片吧。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。